生酮8年多了，它给我带来的影响跟变化，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变化，思想上、心理上，甚至于对人生的看法，其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的。首先呢，我今年68岁了，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呢。我有这个运气，可以在60岁的时候，在健康有诸多各种慢性病困扰的状态下，有机会学习到很细腻的生酮饮食是如何操作的。其实在这个旅程当中，让我最感到惊讶的事情是我们身体的修复能力啊，是远远超过我原来的想象的。我们认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了，我们的健康就必然的要下降。这句话也许是真的，但是不必然要下降的这么严重的。我们都认为有一些健康的情况发生了以后就不可逆了，实际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健康情况其实是可逆的。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，也发生在我们很多的同学朋友们身上。学习生酮饮食呢，其实我们真正改变的仅仅就是我们身体的供能系统。当我们把这个供能系统改变了以后，营养啊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，让身体从依赖葡萄糖为能量转变成为依赖脂肪为能量。改变了这个供能系统之后，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健康状态它就在发生，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开始进步了。在这8年多的时间里面，我一再的发现我自己的无论是体能体力、健康状态、思想状态、情绪状态都远远比我45岁的时候要好。我明明是68岁了，可是我的感觉真的自己变年轻了。在59岁那个时候，我健康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，我很少去想望未来啊。像我们那样的状态，想望未来，未来是什么？现在的我一直不停地在未来做计划。我都已经68了，我还在计划我69的时候我要做什么，70了我要做什么，我2年计划是什么，我5年计划是什么，5年以后还在不在我都不知道。可是我的思想状态它始终保持这么活跃，始终能够让我不停地再往前走，再往前看。所以我可以给朋友们分享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？我希望的是所有身体受慢性疾病亚健康困扰的同学们朋友们，你要相信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是有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的。但你要找到适合他的饮食，适合他的营养，适合他的生活方式。你要了解你的亚健康，你的慢性病跟你的选择有关。对于年纪比较长的同学呢，尤其是60、65岁以上的高龄的同学，如果你们有兴趣考虑我们正在做的生酮饮食的话，我们特别需要留意的是肌肉流失的问题。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肌肉是不断的在减少的。那在我们吃生酮饮食的时候，你需要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对蛋白质的需求比一般人要稍微多一点，所以不要忽视了蛋白质的摄入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呢，如果你可以有做一点阻力训练、重量训练，帮助会大很多，尤其是对年长的人呢，肌肉是最重要的资产。所以无论做什么改变，需要保护你的肌肉，让它不要流失，甚至于还可以增加。这是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人做生酮饮食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啊。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情是，在生酮的初期啊，我们身体排水会很厉害啊。排水多厉害，根据你的体重不同啊，你体重越重的人排水会排得更凶啊。所以在生酮，尤其是头2、3天、头3、4天，如果你体重很重的话，你可能会出现5斤到6斤的体重变化。你体重轻一点的话，也会出现2到3斤的变化。那这种利尿作用呢，排出去的不仅仅是水啊，你体内的电解质、矿物质会跟着一起排出去的。所以你需要比较小心的就是，尤其是生酮初期头几天、头1、2个礼拜，要补充你的电解质，补充你的矿物质。可是你要小心了，因为市面上卖的所谓的电解质水，很多都是加了糖的，所以你自己要很注意如何去选择不含糖的电解质水去补充，尤其是头几天特别的重要。喝骨头汤啦，喝矿泉水啦，帮助都很大，而且水还不能喝少了，你每一天要喝2到2.5升的水是很重要的。还有一件事情啊，年龄大的人呢，做生酮饮食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来，不仅仅是年龄和皱纹啊，岁月在我们身上还留下了很多的胰岛素抵抗，很多的慢性炎症，很多的代谢问题，血压啦、血脂啦，各方面的问题。这个年龄层的人恐怕橱柜里面的或者是桌子上的药物恐怕不是3种5种，可能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药物。你有可能需要跟你的医生讨论。我建议你们跟医生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这个名词去沟通，相对会容易一点。你如果要用生酮饮食这个名词去跟医生沟通的话，
确实是有一部分的医生不太懂、不太理解生酮饮食究竟的含义是什么，所以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这种方式去沟通来可能会比较容易。你需要医生在药物方面给你做正确的指导，这一点请各位特别的注意，因为如果你本来血糖高，生酮饮食的时候你血糖可能会降得很厉害，你本来血压高，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血压变化，你在吃的药你需要跟医生商量需不需要做出调整，这个蛮重要的。再来一个你们就需要了解的是真正你的身体的功能呢，从燃烧葡萄糖改变过来燃烧脂肪了以后，你的血脂会有结构性的改变的。你的血脂指的是你的甘油三酯、高密度脂蛋白、低密度脂蛋白跟总胆固醇，它会出现改变的。那这个时候你们最需要关注的事情是，第一，你的甘油三酯有没有明显的在下降，你的高密度胆固醇有没有明显的在上升，这两个数值的变化是最重要的，代表你的血脂健康情况在改善，代表你的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在改善，它是一个很好发展的方向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和你的总胆固醇可能会上升，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的甘油三酯明显在下降，高密度明显在上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胆固醇有一点上升呢，它是一种正常的反应，你身体需要比较多的胆固醇，你的肝脏就会制造的比较多，过几个月以后呢，你的身体自然会做出调整来的。重点是甘油三酯有没有下降，高密度有没有上升，这两个非常重要，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的。再来一个就是年长的人呢，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就慢慢会减弱。如果我们消化功能减弱，对我们比较有利的饮食方式可能是少量多餐，也可能是你需要补充一点消化酶的补充剂，那就会有帮助了。如果你消化能力有下降的话，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少量多餐对你比较适合。等到你生酮比较成熟了以后，非常自然的，你饥饿感明显的下降了，你自然而然的觉得空腹比较舒服，那个时候你自然选择一天吃2餐，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状态，那就是非常完美、非常理想的情况了。我提醒年长的同学们呢，我们人生到了这个岁数了，生活习惯要做出改变呢，任何一个人劝你恐怕都做不到，因为到了这个年龄的人呢，不是听别人说什么就会去做什么的，我们要自己有这个觉悟，自己有这个领悟以后，我们才会去做的。我在这边就是给各位一点点小的建议，你不妨带一个尝试的心理去试试看，你不要排斥它，你试试看，把你的饮食做一个调整，碳水化合物的热量下降，添加糖把它拿走，然后呢，优质脂肪的量把它提上来。你不需要做非常大的改变，你可以做小一点的改变，然后你观察你自己身体的感觉，在1个礼拜、2个礼拜、3个礼拜里面，你有可能会感觉人呢真的变得精神状态比较好了，真的没有原来那么肿胀了，真的自己情绪变得比较稳定了，真的自己睡眠好像也得到改善了。这个时候你自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来的，你不需要任何人劝你了。